CPU 最重要的一檔個股就是，我認為應該是未來台股的股王。今天我們下班經濟學邀請到的是議員教授鄭丁儀教授，教授你好，教授好，大家好。鬼月提早來了，太是很變野，對啊。那這一波劇烈震盪的原因是什麼？幾個原因嘛，當然就是漲多的回檔修正嘛，也就是說我們過去看到跟 AI 相關的，不管 ABF 載板、銅箔基板，當然低軌道衛星也是一部分啦。那還有記憶體漲的幅度都相當大的。那除了這個之外的話，我們又看到韓國的所謂的籌碼面非常另外，就是因為它發行的14檔的2倍槓桿 ETF 個股哦。這個一般來講，我們聽到說 ETF 應該是有很多股票組合起來的吧，結果它是個股的，所以也造就了三星跟海力士，雖然他們業績真的是一直在創新高，但是整個籌碼面就非常亂嘛。尤其這個應該我們很多人都媒體都有聽到了，他們有一個 Apple 的鍵盤，只要按下去就5倍槓桿。那所以其實你每天把槓桿，也就是說在可控的槓桿之下，或是你都不要做融資，或是說股票漲多了回檔修正，這個是日常，你就是要面對它。只是說過去我們看到有一些我們剛才講到的，不管銅箔基板或是被動元件，那或許我們看的應該就是我們主動型基金嘛，因為他們有很多資金來買這些個股。當然，這些個股我們未來都看它有缺貨，但是我看這些個股的本益比都太高了，所以也把這些個股墊高之後，我想這一段期間，整個不管韓國或是台灣或日本，大家都很瘋狂嘛，所以只要媒體點火的話，說啊這個像被動元件缺貨等等，因為人有夢而偉大嘛，所以大家就一直在開槓桿的，但是對我來講，這一段期間我當然上面的損失，也就是之前賺的潮水有退，對，退一堆。但是很多人問我說：“啊，你會不會痛苦？”我不會啊，為什麼？啊，這個叫日常，因為本來就有回檔修正，你只要風險控管好，那將來的話，都有機會。所以我時常來講，你只要能呼吸，所謂呼吸有2種哦，一個呼吸是早上起來有呼吸，第二個有呼吸是什麼？你人家在斷頭的時候，你沒有被斷頭，你的股票還存在，只要這一段期間度過去，就如同去年的對等關稅，你只要有呼吸，股票有呼吸哦，不是人有呼吸哦，股票有呼吸的話，你看後面的話是不是大幅度往上漲？很多人是不是只要那個度過去，沒有被人家跟處理，那你是不是財富的累積很大？所以我個人認為這一次就是漲多回檔修正，那接下來就是說，如同科斯托蘭尼講的老人與狗嘛，那過去的話我們很多個股來講，股價就是像狗已經跑得離主人很遠，對啊，現在的話就是接下來修正完了，就大家看本益比啦，看基本面啦，有基本面的話，個股股價還是會漲，所以我個人的看法是這個樣子。可是呢，如果說大家要看這一波要趁機加碼，而且大家就想說，不要買在半山腰嘛，至少要買在底部嘛。有哪一些訊號是底部的訊號？最重要我們要看的就是匯率嘛。那照理來講的話，台灣這一段期間順差是幅度非常大嘛，有台電嘛，照理台幣是要升值的。那為什麼台幣大幅度貶值？因為台幣的升貶值不是取決於我們所謂的順差或逆差，而取決於所謂金融賬裡面外資是不是有匯到台灣來買股票嘛。所以第一個我們要看台幣開始有在升值的這個是一個。第二個的話，有量就有價嘛。我們在錄影的前幾天，那我們看到台股的量大幅度往說嘛，大概有6000多億、7000多億嘛，那這是一個好現象。如果這樣說之後，能夠再有一個大量出來，那大概如果有1.1兆以上，甚至於來到1.3兆以上的話，我個人認為應該就是一個修正完畢的一個信號。那更何況我剛才講到的，韓國的亂象是政府製造出來的，不是像我們一般的系統風險。那以目前他們的政府對高槓桿的話，提高保證金，也就是說，過去這一段期間，韓國的亂象大概1個半月的時間會慢慢的平息。那我個人認為，只要你又看到海力士跟三星的話，那股價能夠止跌，開始穩住的，那應該台股應該就有一波很大的行情，這是我看法。不過教授，我想問哦，因為現在聯準會最新的決議已經出來了嘛，現在是不變嘛，那你怎麼來看這一次的這個訊號？那另外還有一個問題是想問說，因為7月、9月預計可能都不會升嘛，那現在7月不會升了嘛，那9月如果升的話，你會怎麼操作嘞？
團隊最近給哲青看了一個數字，我覺得相當的驚人哦，超過70%的你其實還沒有按訂閱。如果你一直有在收看，也喜歡我們節目的話，現在我們來按下訂閱吧。按下訂閱對你來說是免費的，但對整個下班經濟學團隊來說，有你的支持跟訂閱是這個節目能不能繼續做下去、做得更好的重要關鍵。我認為9月份升息的幾率也非常小啊。雖然說我們這一次決策，你看到有3位他是反對票的，就是說他要升息嘛。但是你要知道，聯準會升息。跟降息的話，最主要取決於2個指標，一個是非農就業人數。那以我們上個月看到非農就業人數的話，比預期的差很多嘛。那這個非農就業人數也是鴿派在說服鷹派，我到底要不要降息最主要的指標。那第2個的話，我們要看的就是 CPI 跟核心的 CPI。那我們上個月看起來，不管核心的或是一般的 CPI， 它都比預期來的低嘛。那只是說。7月份的話，我們的川哥又開始跟伊朗之間有衝突嘛，那油價也大幅度跌下來之後，又稍微有反彈嘛。那我個人認為，你還是要觀察所謂的核心的 CPI。那我認為再怎麼樣的話，美國11月份要期中選舉嘛，所以對川普來講，中東這個地緣政治風險快點降溫，對他來講是有利的。所以我認為，應該這個事件在8月份有機會平息。那如果有機會平息的狀況之下，那如果非農就業人數看起來又不好的狀況之下，我認為9月份不但不會升息，12月份也不會升息。那很多人都會對 Watch 有不同的看法，他說 Watch 都不要很明確的指示說到底未來的一個動向嘛。其實一般對他這樣批評的人就不知道聯準會和我們這個央行的運作方式嘛。一般來講，所有的政府官員只有央行的主席或是聯準會的主席可以講謊話。為什麼？因為他的貨幣政策要讓一般的人民預測不到，這個貨幣政策才有效。所以過去。鮑爾他所做的跟市場溝通那是不對的，所以葛林斯潘曾經講過，不要教央行總裁當男朋友和女朋友，因為他跟你講的話都是謊話。所以這一點我在這邊澄清。所以以目前我們看到沃西他的所作所為是最符合一個央行應該有的態度。對，所以你看這一波呢，美股的這個震盪，包括整個市場的變動，大家都可以理解。不過我發現另外一件事情，也就是微軟跟 Meta 它的財報 AI 財報出來之後，發現它現金流動性變差，就是大家覺得說這個 AI 泡沫可能要來咯。不過呢，就是在這一波裡面，到底是它是訊號，是個警訊，還是一個我們可以去加碼進場的一個動作？老師你怎麼看？其實有很多人都會講到，最近不是我們字母嘛，它的自由現金流量是負的嘛，它就在燒錢，這種講法是不對的哈。我們一般什麼叫燒錢？一般現金流量表有3個部分，一個就營業活動現金流量，一個是投資活動現金流量，還有一個就是借錢的。我們一般來講，如果說所謂營業現金流量，就是說我公司都沒有賺錢，但是我還繼續投資，就像我們之前的生技股。這個叫做燒錢。那一般來講，我賺了100塊，我只是投資了101塊，因為我剛開始在發展這個事業，那我增加了投資而已啊，這不叫做燒錢。更何況黃仁勳也講到啊，說將來是什麼？機器人不會替代人類，是你不懂得 AI 的人會被懂 AI 人替代嘛？那同樣的，你如果以目前各行各業，你如果沒有發展 AI 這一塊的領域的話，那將來就是會被淘汰掉嘛。所以像 Meta 或是微軟的話，它公布出來業績，Meta 是比預期的不好嘛，它資本支出有增加，但是微軟的話，它比預期的好的很多嘛。但預期是我們一般投行給它一個預期的嘛，所以有時候我說實在的，投行在這個市場上要賺錢，更何況我們這一段期間，這個月跟上個月的話，整體來講 AI 的個股，你說它的基本面有什麼轉變嗎？沒有。所以全世界的股票會漲會跌，都完全掌握在這個投行，就是美國這個華爾街這些人。當他們賣掉之後，就開始放出不好的消息嘛。當然跌下來之後，他們又開始承接之後，又開始放出好的消息嘛。所以我們只是他們的玩偶之一而已，投資人啊。所以我一直在講說，
只要你 AI 的基本面沒有改變，更何況黃仁勳執行長也講到啊，現在只是 AI 的開始。那施志峰執行長也講到了，現在如果以成棒來講，只有打到第3級的下半段而已，所以基本面沒有改變，只有籌碼面跟我剛才講到的上半級大漲，是不管你好壞，你只要跟 AI 有關，你就會漲。但是下半年的話，就是大家看本事哦，你的 EPS 本益比到底要多少？那這個就是看你未來每一家公司當然就不一樣，各個產業也不一樣。所以呢，如果是按照老師的說法的話，那目前雖然說這個美國的科技巨頭好像業績現金流量不好，但其實它對台灣的這供應鏈不會有太大影響嗎？不會有影響。我剛才講到了，這個是大家把這個燒錢把它定義的，我認為這個是有一點混淆視聽啦。老師，那如果我們講到台積電的話，如果台積電現在法說會過後，股價真的是蠻震盪的嘛？那您過去也是對我們的護國神山非常有信心啊。那現在剛好有拉回，這幾天拉回嘛，那是一個布局點嘛？那你投資上面你有加碼嗎？其實台積電的話已經跌到2200元嘛，那很多人之前應該設定說只要有2300元以下就要買進嘛，到2200的話，大家也不敢行動嘛。那你說台積電的法說會，你有看到它不好的嗎？也沒有，沒有啊。所以資本支出也增加，也是符合大家預期啊。毛利率那麼高，更何況台幣現在又在貶值，所以它的第3季的毛利率會更棒。但是為什麼會跌？而且很簡單嘛，外資避免了嘛。為什麼避免？它外資在期貨裡面的空單8萬多口，3萬多點就開始布空單，一直到現在。那它不殺台積電，怎麼指數會跌下來？我們看到韓股的話，跌幅是不是相當大？對。那台股的話，有很多個股的話，它跌幅都一半了哦。但那種指數的話，還是撐在4萬點嘛。那是誰在撐？當然是台積電嘛。所以我個人認為，以目前來講，台積電雖然跌破了季線啦，但是這個我個人認為，長期來看，你就不要看這個技術面了。那以目前我看到外資的各家的對台積電明年的 EPS 的預估，大概有133到155，如果我們把它起中間值，大概144。那如果說本益比給它21倍就好了，21倍的話，到年底它就有可能到3000塊。那最慢的話到明年，為什麼我這麼講呢？股價是領先它的 EPS 嘛，也就是說我們預估明年可以來到144塊的狀況之下的話，股價應該會在今年的年底或是明年的年初就開始反應了。那後年的話，也就是魏哲家董事長他講到的，台積電還沒有看到高原期，縱使到2030年也沒有看得到。所以我個人認為，如果要投資台積電的人，過去曾經後悔沒有買台積電的人，我認為這一段期間是一個相當合適的一個時間，不要再錯過了。不要再錯過，對。但另外一個，我覺得大家也有關注，但也有錯過，就是記憶體。對，因為其實現在記憶體的新聞真的很多。老師你怎麼看這個全球記憶體的布局？其實我們先來比一比好不好？我們3個產業，一個是被動元件，那一個是 ABF 載板。那我們一般來比較，用3個部分來比較。一個就是它明年會不會缺貨，記憶體會缺貨 ，ABF 載板會缺貨，那被動元件也會缺貨。那缺貨的狀況之下，我們來比毛利率。那毛利率的話，以我們看到南亞科第2季公布出來的毛利率79點多，那我們看到旺宏毛利率很差，也是64.4左右啦。那你如果看到新興昨天公布出來的，它的毛利率只有24%哦。那雖然說你看到它第2季每股盈餘賺了8.5左右了哈，但是你要知道它有92億是 AY 收入，只有67億是本業的哦。所以如果扣掉 AY 的，它第2季也只有賺4塊錢，所以加起來7塊錢。那南亞科它前2季賺了多少？23.66了。明年的話，一般預估它還有機會挑戰100塊。你100塊給它本益比10倍好不好？更何況它現在不是所謂的景氣循環股了，以前被動元件也是景氣循環股啊。那你回頭來看國巨，那國巨的話，今年大概我们預估它也大概賺18塊左右，那它毛利率只有38%而已。所以你從毛利率 EPS 再來，以後會不會缺貨？那只是說這一段期間記憶體為什麼新聞特別多？這最主要是三星跟海力士嘛。所以我個人認為，如果你現在開始布局這些個股，像我來講，華邦電我大概買在100出頭，那我來到200多塊沒有賣啊，那我現在繼續抱啊，
我個人認為明年的話，它應該有機會挑戰 EPS 40塊嘛。那黃仁勳執行長講到，所謂的 AI 不是 GPU 而已 ，CPU 也是啊。所以 DDR4 或 5 的話，本身也是一個很重要。很多人會講到說，現在的話，三星、海力士跟美光最主要的產品是 HBM。所以這個高階產品 margin 也就毛利率比較高，這個是一個錯誤的觀念。我們的毛利率高低是在怎麼樣狀況下產生的？是供需，也就是說這些都去做所謂的高階高寬頻的記憶體的時候，那你 DDR4， 也就是說我們一般來講，像我們汽車，我們像蘋果手機，你看蘋果手機是不是要漲價的？那過去這個叫做景氣型股，什麼叫景氣型股？就是我因為記憶體的零組件價格提高，那蘋果要漲價的需求會減少嘛？那這一次的記憶體不是發生這個原因，它不是因為消費性電子產品而需求增加，它是一個 AI 剛性的需求。更何況我們有看到韓國的 HBM 的教父金正浩，他說 AI 最主要不是算力，最主要是什麼？記憶體。因為我們在處理資料的時候，大概有10%跟最多30%它是在運算而已，有70%都是應用記憶體的存取。所以記憶體比我們講到 GPU 這種晶片更重要。所以我個人認為，如果你要布局長線的布局啦，那以目前來講，你如果用半年或1年的時間，我認為記憶體應該毛利那麼高 ，EPS 也那麼高的狀況之下，應該最有機會。是，所以包括了就是就南亞科跟華邦電就可以用這種方法來關注就對了。沒有錯。老師，那長興存儲呢？因為長興存儲掛牌之後，哇，直接指標465%，那市場等於說是在賭說它可能擴廠更快嘛？那如果量產比你預期的還快的話，會不會打亂華邦電跟南亞科的一個布局？其實這一點各位應該不用什麼擔心的，因為當然會擔心啦，我們錢在裡面當然錢在裡面要擔心的，對啊，因為你要了解之後就不會擔心的，因為以目前記憶體不是零和遊戲，什麼零和遊戲？我增加50個單位，你就要減少50個單位，否則的話，我們100個單位都要賣出去的狀況之下，它的價格就會往下嘛。但是現在是整個市場的需求遠夠於供給。也就是我們剛才講到了 AI 的剛性需求。那長江儲存的話，它所產出來不是 HBM 這種高階的，它一般來講是我們 DDR4 或 5。那但是你要了解啊，我們的消費性電子產品，中國大陸那麼大，全世界那麼大，非常缺貨。如果各位有時間，你去商場買一下記憶體的話，看那個漲價的幅度有多大，甚至你都買不到。所以我認為它不是一個零和遊戲。所以長江儲存的話，縱使它在擴廠，我們看到現在美國也在擴廠啊，海力士、三星也都在擴廠啊。所以我一直在強調，它不是零和遊戲，是整個需求非常龐大，甚至於到2030年，記憶體都會缺貨。所以我個人認為這個不是問題。對，因為其實我說記憶體之外，剛剛講到台積電，另外一個被大家關注到就群創。因為其實相關經濟學很多的老師都講說，群創是一個很好觀察的目標。可是因為這一波其實太跌太兇了嘛，對不對？你這樣下來說，只有被外資潑冷水，大家都在想說，我們是不是應該就放手讓他去了，還是說，他接下來已經到了低點，可以來低接呢？其實如果你看到國巨或是等等很多個股來講的話，它都已經跌破季線，即便往下彎，甚至於都來到年線，看你有沒有支撐。對。但是我們看到群創的話，以目前它還在季線還往上揚，只是跌破季線而已。那我個人認為，以最近2天我觀察它的一個走勢圖的話，股價走勢的話，應該很快就會站上所謂季線，應該有一波相當不錯的反彈啦，因為之前我們講到它是玻璃基板嘛，將來這個玻璃基板有可能取代 ABF 載板嘛。那以目前它這方面還沒有真正的量產，我們雖然看它的 EPS 是不錯的，比第一季的話相對突出了，但是我從技術面再加上它未來的話，我個人認為來到這個地方，也就是說大盤也大概修正的差不多的狀況之下，它是相對強勢的所以我認為如果有群創的這些投資的好朋友，如果你真正要賣的話，我認為有一波像樣的反彈之後你才賣，這是我看法。是，那我就放心了，你就放心了，是不是？不過現在已經要進入8月了嘛，教授，那下半年有沒有看好哪些族群？有沒有黑馬要特別推薦？明年的話，應該是
所以今天聽到鄭老師跟我們分享很多些，這個當前這樣子一個震盪的局勢應該怎麼辦哦？今天感謝鄭老師跟我們分享，謝謝你，謝謝謝謝老師。